佛陀连夜抛下妻儿，他看见的真相不是你以为的那种。释迦牟尼29岁那一年，做了一件在所有世俗道德里都说不过去的事。他抛下了刚生下儿子的妻子，半夜偷偷起身，看了一眼熟睡的耶输陀罗和襁褓里的罗睺罗，转身走出王宫，从此再也没回头。这个故事在佛教传统里被讲成伟大的出离，但你冷静想一想，按照儒家的标准，这是赤裸裸的不负责任。一个男人，妻子刚生完孩子，你说走就走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成佛之后再回到迦毗罗卫国，第一件事不是修复关系，而是把儿子也渡出家了。耶输陀罗后来也出家成了比丘尼，整个家庭，丈夫、妻子、儿子全部进入了僧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很多人讲佛陀的故事到这里就停了，说这是全家成道的圆满结局。但我每次读到这一段，心里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觉悟者的标准动作是离开家庭？为什么佛陀讲了45年法，关于两性关系几乎没有正面的、温暖的、肯定的论述？为什么他对所有出家弟子的告诫里，对异性的警惕都比对金钱、权力、名声的警惕要严厉得多？如果你只是把这归结为古印度社会的禁欲文化，那你就把佛陀讲小了。佛陀不是因为时代背景才离家的，他是看见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太敢直说的真相。这个真相涉及到两性关系的底层机制，涉及到家庭这个东西在阿赖耶识层面到底是个什么结构，涉及到为什么世间最深的爱往往会变成最深的纠缠。今天这期我们不讲爱情鸡汤，也不讲什么前世500次回眸换今生擦肩而过那套民间演绎，我们直接钻进佛法的内核，用唯识学的种子理论，用预测编码的认知科学，用共业的因缘模型，把两性关系和家庭共业这件事从底层拆开来看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用回答，但请在心里诚实的下注。你觉得你和你伴侣相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对方长得好看，性格合得来，三观一致，灵魂契合，还是因为你们命中注定？绝大多数人会在这几个选项里选一个，然后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理解了爱情。但佛陀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坐立不安。唯识学里有一个非常冷峻的观察，所谓两情相悦，本质上是两个人阿赖耶识里特定种子的相互激活。注意，我用的词是激活，不是感应，更不是灵魂共鸣。我之前的视频里讲过阿赖耶识，它是你意识系统最底层的种子仓库，存储着你这一世，按佛学的说法是无量世所有经历留下的印记。这些种子在特定因缘条件下被激活，涌现成你当下的感受、情绪、判断。这个机制对所有事情都成立，包括爱情。你以为你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就是不一样，但唯识学告诉你，真正发生的是这样一件事：这个具体的人，他的脸型，他说话的语气，他身上的某种气味，他处理冲突的方式，这些外部特征作为缘，精准地命中了你阿赖耶识里某些因。可能是你3岁时母亲哄你睡觉的某个瞬间，可能是你16岁时第一次心动的那个夏天的某个画面，可能是更深更早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某些种子模式。这些种子被它激活了，瞬间涌现出心动这个体验，于是你以为你爱上了他。如果换一个人，激活的是另一组种子，涌现的就是另一种感受，可能是讨厌，可能是无感，可能是友情。同一个你遇到不同的人，涌现出来的会是完全不同的自己。听起来很冷酷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但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你会发现冷酷的背后是真正的清醒。为什么唯识学这么看两性关系？因为它在解决一个所有恋爱中的人都会撞上的悖论。为什么我曾经那么爱的人，今天会变成我最看不顺眼的那个？为什么蜜月期一定会过去？为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后，后面遇到的人无论多好都觉得不对劲？这些现象用性格不合或者激情消退是解释不通的，但用预测编码理论可以解释得严丝合缝。我之前讲打坐那一期详细说过预测编码。你的大脑不是被动接收世界的，它是先自上而下生成预测，
再用感官数据来校准误差。先验信念的精度权重越高，你越难被现实修正。恋爱初期发生了什么？你的大脑给这个人打上了一个极高权重的先验标签，他是我的命中注定。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，你会自动屏蔽所有跟这个标签矛盾的信息。他迟到了，是因为他敬业；他说话冲，是因为他直率；他不爱说话，是因为他有内涵。所有的负面信号都被你的大脑自动压制下去，因为它们跟先验冲突。蜜月期就是这个机制运转最完美的时期。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他，是你大脑根据命中注定这个先验编造出来的他。但这个机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，预测误差不会永久消失，它会累积。它真实的样子和你脑子里那个他之间的偏差每天都在增加。某一天，累积量超过了某个阈值，你的大脑会突然崩溃式的更新权重，心里冒出一句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人。那一刻，蜜月期结束了。你看着同一张脸，但已经看不出当初让你心动的任何东西。不是他变了，是你大脑里那个被你脑补出来的他消散了，剩下的是真实的、平凡的、有缺点的、跟你不完全契合的另一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对两性关系如此警惕。他不是在反对人类的情感，他是在告诉你一件事：你以为你爱的是那个人，其实你爱的是你阿赖耶识里被激活的种子，加上你大脑编造的故事。当种子激活模式改变，当故事崩塌，你以为的爱瞬间就消失了。这不是悲剧，这是机制。任何建立在种子激活加大脑脑补基础上的关系，都注定会走到这一天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停一下，破一个流传太广的误解。很多人讲两性关系，喜欢说一句话：夫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美，但它在逻辑上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地方，必须切开来看。很多人理解的版本是这样的：前世你救过他一命，今生他来报恩，所以你们结为夫妻；或者前世你欠了他一笔账，今生他来讨债，所以婚姻一辈子互相折磨。听起来像是个完整的因果故事，对吧？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出在他把缘理解成了一种宿命安排，好像有个老天爷拿着账本安排你这辈子必须跟谁结婚。这不是佛法，这是民间通俗演绎。佛陀讲的缘是因缘，是条件聚合。前世你跟某个人有过深度的业力交集，可能是一起走过，一起痛过，一起种下过类似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在阿赖耶识里留下了模式。今生当你们在某个时空点相遇，相似的种子被相互激活，于是产生强烈的似曾相识感和吸引力。注意这个区别，不是有人安排你们必须在一起，而是你们的种子模式有相互激活的高概率。前者是宿命论，后者是概率论。前者你只能认命，后者你有空间去主动选择和修行。为什么这个区别这么重要？因为如果你信宿命论，你会觉得婚姻里所有的痛苦都是还债，咬牙忍着就行。但如果你看清是概率论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种子是可以重新种的。你今天对伴侣的每一个反应，每一次回避，每一句话，都在阿赖耶识里熏入新的种子。这些新种子要么强化原有的纠缠模式，要么创造新的可能性。家庭不是一个等你还完债就可以离场的还债现场，它是一个你每天都在主动种新种子的修行道场。明白了这一层，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这期最核心的部分，共业。共业是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概念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集体业障，一群人被绑定在一起，共同承担某种命运。这个理解不能说全错，但它丢掉了最关键的动力学。共业的真正机制是什么？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会在长期共处中相互熏染。夫妻之间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空间，吃同一种饭，受同一种气候影响，被同样的家人朋友包围，处理同样的财务压力。这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共享，更是阿赖耶识层面的种子交叉熏染。你说话的方式会被对方学去，对方的恐惧会变成你的恐惧，他的执着会激活你的执着，你的焦虑会传染给他。打个比方，
两个本来独立的湖，挖一条水渠把它们连通。一开始两边的水质不同，但时间一久必然趋同。脏的会污染净的，净的也会稀释脏的。结果是什么？两湖的水质会收敛到一个共同的状态，这就是共业。家庭就是这条水渠。结婚的本质不是身体的结合，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开始大规模相互熏染，你们的潜意识开始慢慢长得像。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久了会越长越像，不是脸型变了，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模式趋同之后，外显的微表情、语气、姿态都同化了。共业最深的层次是孩子，孩子从受孕的那一刻起，就在父母构成的种子场里被滋养。母亲怀孕时的每一个情绪波动，每一次焦虑或喜悦，每一段听过的音乐和争吵过的内容，都在塑造这个新生命的种子地基。出生之后，前3年是阿赖耶识种子被父母模式深度灌注的关键期。父母处理冲突的方式，父母看待金钱的态度，父母对待陌生人的反应，这些不是通过语言教给孩子的，是通过日常状态熏染进孩子的阿赖耶识里去的。所以家庭共业最深的真相，不只是你跟你的伴侣在共业，你是在你伴侣的种子场里养育下一代的种子。你今天每一个未化解的情绪模式，都在以一种你看不见的方式传递给你的孩子。这听起来很沉重，但接下来这段话才是关键。正因为家庭是阿赖耶识种子相互熏染最深的场，它也是修行最有力的道场。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内心平静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出家，找一个清静的环境，远离一切干扰，专心打坐。佛陀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在最深的纠缠里依然保持觉醒，那家庭就是最高难度的修行场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庭里的所有关系都精准地命中你阿赖耶识最深的种子。你伴侣的某个习惯能瞬间激活你童年时父母让你最难受的那个画面，你孩子的某个反应能瞬间唤醒你自己被原生家庭压抑过的所有情绪。这些激活每天都在发生，你躲都躲不掉。亲近山林里没有的考验，家里全有。但反过来说，亲近山林里没有的疏通机会，家里也全有。每一次你跟伴侣的冲突里，如果你能停一秒，看见这个反应是什么种子被激活了，那一秒钟你就在松动那个种子。每一次你对孩子失控的瞬间，如果你能在事后回观，看见这个失控来自你自己阿赖耶识里没处理过的旧模式，那个看见本身就在切断它继续传递的链条。家庭共业最美的地方，不是它把你绑死了，而是它给了你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己阿赖耶识里那些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种子。看见就是修行的全部。现在你能理解佛陀为什么离开妻儿出家了吗？不是因为家庭不好，而是因为在2500年前，在他那个特定的觉悟阶段，他需要先彻底走出共业的引力场，才能看清意识运作的底层机制。他必须先到一个完全没有种子激活的环境里，才能稳定地观察那个机制本身。但请注意一个细节，他成佛之后并没有否定家庭，他回到故国，让他的儿子和妻子也走上修行之路。他没有说家庭是错的，他说的是在家庭里有更深的修行可能。他自己走的是先出家悟道再回头的路径，但他给在家修行人留下的法门同样完整。后来佛教发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，居士佛教。在家修行不再被视为次等，维摩诘居士是带病讲法的大德，庞蕴一家4口都是开悟者。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证明，家庭不是修行的障碍，是修行的另一种形态。讲到这里，让我把这期内容收一下。佛陀对两性关系的态度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反对或赞同，他看见的是一个机制。人类的爱恋本质上是阿赖耶识种子的相互激活，是大脑根据先验编造的故事。这个机制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不知道这个机制的存在，把幻觉当真，把激活当永恒，把脑补当宿命。家庭共业也不是命运的诅咒，是阿赖耶识种子大规模相互熏染的修行场。两个本来独立的种子湖，通过婚姻接通水渠，必然会趋同。这种趋同对修行是最深的考验，也是最深的机会。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，
你和你伴侣之间，你看见的那个人到底是真实的他，还是你阿赖耶识种子被激活后涌现出来的那个故事？你在家庭关系里的每一次情绪反应，到底是当下的事实在驱动，还是你童年某个未化解的模式在重演？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真的拿到自己生活里去看一看，哪怕只看1周，你跟你伴侣、跟你孩子、跟你父母的关系都会发生你想象不到的变化。这一期讲到这里，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怎么看佛陀离家这件事？你在自己的婚姻或亲密关系里，有没有过那种突然意识到我爱的好像不是这个人本身的时刻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一期你想听什么话题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，如果2个人的相爱本质上是种子的相互激活，那么请你想一想，当你对一个人的爱真的消失了，是因为他变了，还是因为你阿赖耶识里那颗激活他的种子已经被你自己用完了？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聊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